获罪于天，无所地也。从那一刻起，天地间便再无太子长琴此人。将自己当作百里屠苏，不过因你一心此念。然而既有半数魂魄，又为何不能是太子长琴？尔等究竟谁得到了谁的魂魄与记忆，犹未可知。但吾劝你三思而后行。当此封印解开之时，煞力再无拘束，你将获得真正强大的力量，亦可能在那瞬间失至癫狂。而无论如何，因封印消失，这个肉体中所有魂魄将在3日后散去。邪力渐渐使人迷失，成就一个嗜血狂魔，致你死去。那些封存于肉身中的煞气，会令你尸变为真正的怪物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当年用什么诡异法子打伤了大师兄，就算掌门、师傅他们都不许门派弟子再提起此事。难道你就可以装作若无其事？像你这种奇怪的，怎么还能继续待在天庸城？残缺的始终便是残缺。天地生灵具有3魂7魄，亘古未变。若是少去，又如何能算作一个人呢？不循常理，终为天道，不正是被世俗目为异端？不是怪物。千商言下之意，百里屠苏在祖州时曾经另有所欲，却不肯透露详细情形。那地方的无形迷障还挺厉害，我们几个通通跌了进去，又昏昏沉沉出来。就他不怎么惊讶，反倒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还说有什么人把我们送去先知那处，这不玄乎得很。送过去，莫不是遇上个有缘地仙指引方向？洞天福地中，此种小仙亦不在少数，未妨大计，便且由他去。不过之后若仍有异状，请千商务必与我言明。放心，这是当然。说起来，还不知你到底怎么打算。这颅内炼的，当真是起死回生药？是与不是，有何紧要？书中既说此乃起死回生之灵丹，我便只管一心一意炼制，其他的又何须多虑？那小子也算倒霉至极，摊上你这般仇恨。千商此言差矣，我何必憎恨于他？恰恰相反，却是要他来恨我。哈哈哈，越憎恶越好，越疯狂越妙。那被凶煞怒火烧成赤红的眼瞳，心底扭曲的黑暗之力猛然溢出，脑海中仅余下孤寂痛苦和强烈杀欲。虽然竭力挣扎，不甘服输，却又无法抑制，最终将被吞噬的一点不剩。
那种东西，我想要亲眼见到，定然是十分的美妙。这我可听糊涂了。你不是只想从他那里拿到？你少公之能，还用得上这些弯弯绕绕？我与百里屠苏纠葛极深，一言难以道尽。千商只需记得将他行事告知于我，其余尽可做壁上观。行，我不多管就是。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去喝上几壶，也省得操心。哟，外面像是有人来找你。元务，进来。拜见长老，请长老恕罪。门外师弟已告知尹公子在此，弟子本想离开，并非有意打搅。没事，正要走了，你们慢说，我待久了也不方便。起来讲话。谢长老。弟子来此有几件事情禀报。说。百里屠苏等人至青玉坛已有几日，今天恰逢朔夜，百里此人体内凶煞之气发作，41整天未曾踏出房门。风清雪在旁照看，其余人亦有探望。继续。衡山脚下穆家村众人昨日行至山腰，摆上祭祀之物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祈求青玉坛仙人现身，如往年一般赐予仙丹。此事照旧即可。你命锦文于丹房内取出数丸清骨丹，送与穆家村老小。如何？丹房中已无此药？并非。弟子仅是一事不明。这穆家村之人自从几年前蒙长老赐药，便十分贪得无厌，年年来求所谓仙丹。我们为何要去理会呢？元务，且与我说一说，这清骨丹有何效用？去复骨之污浊，顺体内之阴阳，正是长老当年亲自炼制出的一味奇药。复骨污浊即是毒性，清骨丹讲求以毒攻毒，病入膏肓时服下，自可去除污秽，有身轻体健之感。而当无病无痛之后，继续服食，与吞毒又有何异？哼，人欲无穷，食髓知味。昔日不过偶然路经穆家村，见村民因秽污井水治病，虽命在旦夕，那种求生之念却令人动容。于是教他们如何净化井水，并赠清骨丹服下。不想那些人自以为得了仙缘，无性命忧患后，再不肯勤劳度日，只一心期盼继续求取仙丹，长生不老。转眼已是4载过去了吧？最后一回，再服最后一回，便将引发剧烈毒性，全身疼痛，七窍流血而亡。长老，这不是想求仙丹吗？哼，予取予求就是。贪婪之念永无止境，祸及性命犹不自知。如何？你不觉得这便是他们最好的归宿吗？弟子心中亦是厌恶穆家村之人，却不如长老这般思虑周到。
思虑。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多花一分心思。我不过起了个头，身处人间还是沦落地狱，皆由他们亲手所选。能死在梦寐以求的仙丹之下，也该心满意足了吧？长老所思果然是弟子不及，弟子心服口服，稍后便命锦文去办此事。小事而已，不必多费心神。弟子尚有最后一事禀报。当初追随雷岩，后见雷岩身死又转而投效长老的那些弟子，近日颇有不逊。哦，但说详情。那些人自言不堪忍受作为药人试药之苦，请求长老将他们放出禁地，说是只要能够出来，无论做什么都可以。做什么都可以？元悟认为该如何处置？弟子努顿，当初既是他们自己选择去做药人，而不愿被当作叛徒处死，自然不该再有奢求。弟子以为不必多加理会。元悟随我多年，性情温良，很是听话，其实却一直在雷岩处虚与委蛇，着实辛苦了。弟子惶恐，若非长老相救，元悟幼时因顽疾遭父母弃于山林，如今恐怕早已不在人世。大恩大德，此生难以回报。能够追随长老，乃弟子一生所愿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相形之下，雷岩那些弟子更是忠义皆失，比之畜生尚且不如。不做药人，又能做些什么？索性将他们变得无知无觉，再无喜怒。不过，那样试起药来，便少了许多乐趣。也罢，既然不想再当药人，又何必强留？一切皆是自己所选。此炉丹药2个时辰后出炉，元悟命南星届时来取，到禁地告诉那些人，这便是他们最后一次试药，之后再不必做什么药人。为时可喜可贺啊！长老，炉中炼的不是起死回生药吗？活人又怎能？活人自然不能试服此药，死人不就可以？这又何难？弟子明白，即刻告知南星。百里公子，打搅。丹药出炉，长老有请公子往青玉宫一晤。其他几位客人处也已分派弟子前去告知。1月左右便好了。多谢，我即刻赶到。少公，听说那个起死回生药你终于炼成了？说来亦是万幸，冥冥之中如有神助，竟然较为顺遂，便制成了这先知树魂丹。
少公哥哥好厉害呀！太好了，这样思思就可以拿去救人了。哎，确实是天大喜事。不过先知这玩意儿居然只能拿来炼丹，不能用来酿酒，真叫人扫兴。哼！百里少侠，因此丹所用药材均十分珍贵，如今药成也只得1颗，更不便寻人试药，还望少侠谨慎用之。定然谨记。多谢欧阳先生大恩。言谢尚早。先知树魂丹寻古法炼制，不知药力究竟如何。古籍中记载，若死去之人，其魂魄已入轮回井投胎，丹药自然无用；而以此法重生之人，切不可行于日光下。这一说却是不知何故。日光。无论最后如何，君只一事，绝不会太过期望。如此甚好。救人之事，在下本该随你同去，细查药效。奈何2日前接到洞宫山掌门信函，向青玉坛求取一些稀罕的金丹灵药，30日后便有所需。两派平素略有交情，此事不便推辞，在下恐怕得闭关炼丹一段时日。未知少侠是想快些去救人，还是愿意等在下出关后一同？请先生原谅我心中急迫，今日便打算离开了。当能明白少侠所思，如此已不必强求。没关系，少公，你去不了，我们跟着木头脸过去就是，回来告诉你。之前讲好要一起的，你可不能反悔。此去南疆，有处地方名为乌蒙林谷，便是我故乡。当携先知树魂丹去那里救人。先生，我想即刻启程。南疆，香菱以前也住在那儿耶。思亲心切，在下亦不多做挽留，望百里少侠能够得偿所愿。晴雪留步。少公有事和我说。上回在安陆时答应于你，试着炼一炼医治体内瘴毒的丹药，如今已是做好。哎，真的吗？近日事务繁忙，寻空闲也只炼成了小小1瓶，盼晴雪勿要嫌少。服用时3日1丸，5丸后应可渐渐生效。晴雪吃了，若当真有用，以后在下多炼一些便是。怎么会嫌少呢？谢谢少公还来不及。那我就带在身上，先吃吃看喽。正是此意。